这几天要是大家看了新闻啊，估计能被气乐了。咱们今天的主角是谁呢？就是波罗的海边上那个立陶宛。那就在刚刚过去的1个月里啊，立陶宛给咱们上演了一出什么叫川剧变脸，什么叫反复横跳，剧情之狗血，转折之生硬，连横店的三流编剧看了都得直呼内行呀。立陶宛新政府上台仅10多天，眼看没从中国大陆手里讨到好，于是又回头去找台当局，重新启动了此前暂停的对台经贸合作谈判。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事儿啊。那今年的6月份啊，那个时候立陶宛刚换了届，新总理辛克维丘斯走马上任。这哥们儿啊，人还没有正式坐进总理办公室呢，嘴巴就已经开始像抹了蜜一样，天天对着媒体喊麦。哎呀，我们要和中国恢复关系呀，我们立陶宛离不开中国呀，那叫一个声泪俱下，那叫一个诚意满满啊。那为了展示自己痛改前非的决心哦，这哥们儿直接整了一出花里胡哨的认错组合拳。首先呢是大手一挥哦，宣布暂停和台湾那个什么经济合作计划的谈判，做出一副我要跟坏朋友绝交的架势。然后呢，偷偷摸摸找媒体放风，说准备把那个所谓的台湾代表处啊改个名字，把台湾2个字摘了，换个马甲。最后呢，来个投石问路，这招最绝啊！人家竟然正儿八经的搞了个所谓的恢复外交关系的具体方案，厚着脸皮通过渠道递到咱们中国外交部的桌子上。这还不算完，立陶宛那个一直跟咱们不对付的总统瑙塞达，这一次啊也突然跳出来给自己加戏啊！他直接把新上任的外交部长布德里斯叫到办公室，拍着桌子下死命令：听着啊，你小子的乌纱帽能不能保得住啊？全看你能不能把对华关系给我忽悠回来。办不成，你明天就去波罗的海喂鱼。好家伙，这一通操作猛如虎呀，直接把西方那些媒体给看傻了。这帮外媒天天在报纸上吹，哎呀，立陶宛这次是真的洗心革面了，迷途知返了，中立关系马上就要迎来春暖花开了。就连咱们国内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网友也跟着瞎起哄啊！哎，差不多得了，人家这么小个国家都给咱低头认错了，方案都交了，这大国呢要有大国的度量，给个台阶下吧。哎呦喂，还给个台阶下，我看给个锤子吧。你千算万算啊，没算到咱们外交部压根就没接他这茬，方案递过来，对不起，直接拿去垫桌脚。外交部发言人到了6月下旬啊，面对底下乌泱泱的记者，眼皮子都没抬啊，翻来覆去就扔给他们一句话：希望立方拿出实际行动，回到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轨道上来。这话听着官方对吧？其实大白话就是别整这些虚头巴脑的 PPT 啊，少来这套。什么叫实际行动？你把那个恶心人的代表处给我连根拔了，招牌给我砸了，你把所有官方跟弯弯勾搭的破事儿全都给停了，然后呢，你再带着实际诚意来道歉认错，跪求咱们原谅，这才叫实际行动。你现在跟我搞什么暂停谈判，考虑改名，递个方案，这都是嘴皮子功夫，连1毛钱的成本都没花。你想空手套白狼，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那有意思的是咱们这边端着没理他，网上还有人酸言酸语啊，说中国太不近人情，大国欺负小国。结果呢，打脸来的就像龙卷风，直接把这帮人的脸给抽肿了。这才刚过去了1个月啊，各位，就1个月啊，狐狸尾巴就藏不住了。那就在7月25号，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明明白白的播报，立陶宛已经重启了和台湾的经济合作计划谈判。官方发言人还理直气壮地对着镜头表态，我们的对台政策整体立场从来没有改变。好家伙，消息一出，全世界都傻眼了。那之前在6月份演的那出哭天抢地求原谅的苦情戏，当场穿帮了，滤镜退了一地。这说明啥呀？说明人家从头到尾压根就没觉得自己有错。那所有的示好，所有的软化，所有的方案全都是演给咱们看的缓兵之计。你们还真以为这帮政客良心发现了？这帮人的算盘打得比谁都精。说白了，他们就是想用几句不痛不痒的空话来换取咱们中国真金白银的市场和利益。他们是怎么密谋的？我闭着眼睛都能算出来新总理肯定给底下人说，兄弟们，咱们先放几句软话，中国人呢好面子，哄着他们把咱们的外交级别给恢复了。
把那些要命的贸易限制给取消了，先让咱们的牛肉、木材卖过去把钱赚了，等这个经济压力一缓解，中国人放松警惕了，咱们转头就继续跟台湾眉来眼去的，该拿的狗粮继续拿，该当马前卒继续当。更觉得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这帮家伙不仅敢在中国这边蹦跶，他们连台湾也没放过。他们在这边哄着中国大陆要市场，转过头去又拿着我们马上就要跟大陆和好了这个消息当成敲诈的筹码，去跟台湾当局要价。这新总理上台之后呢，明里暗里好几次给台湾方面递话，你看啊，大陆现在天天拿钱诱惑我们呀，我们快撑不住了，你们台湾是不是也得意思意思呀，加大点投资，赶紧把你们那个什么半导体产业转移点过来啊，分我们一杯羹，不然我们可真的要倒向大陆啦。哎呦喂，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真是气笑了，合着这地球上几十亿人，就他们立陶宛人的脑子里长了褶子最聪明啦。中美博弈的大棋局，他们连一个棋盘都上不去的蚂蚁，居然还妄想两边通吃，两头的好处都占着。这个事儿说到这儿可能有人要问了，这立陶宛好端端的，那干嘛突然在6月份演这么一出戏呢？他们到底是受到什么刺激啊？各位，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只要看了这组数字，你就能明白立陶宛为什么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了。那2021年那个时候立陶宛还没有开始疯狂作死。那一年的立陶宛对中国的出口额是5.3亿美元，对于他们那种芝麻大点满打满算也就200多万人口的国家来说这可是一笔能吃的满嘴流油的巨款呀。然后呢，他们非要给老美纳投名状跳出来在台湾问题上踩咱们的红线，中国一生气直接把网线断贸易，外交降级。结果大家猜猜，到了今年他们对华出口额还剩多少呢？1300万美元，各位，从5.3个亿暴跌到1300万整整跌了97%这就相当于一个原本在 CBD 上班的白领，年入50万，小日子过得美滋滋的，突然有一天得罪了老板，被封杀了，现在一年只能赚1.5万，连每天吃顿小吃都得算计着要不要加个卤蛋，你让他怎么活呢？那有人说不对呀，当初他们跟着美国的时候，美国不是许诺了重金赏赐吗？台湾不是也答应了给他们建厂吗？这就是最可悲的地方了那当初老美拍着胸脯说，小丽别怕，你往前冲，我给你兜底，我给你提供6亿美元的出口信贷。立陶宛一听，眼睛都绿了像打了鸡血一样的往前冲。结果呢，几年过去了，美国人实际掏出来的钱有多少呢？900万美元，连个零头都不够再看台湾那边台当局当初呢也是画了一张比月亮还大的饼兄弟你听我把最牛的半导体工厂建你们那儿，让你们成为欧洲硅谷。结果好几年过去了立陶宛人脖子都等长了，连个厂房的砖头影子都没见着。台当局在那装死，哎呀，最近这个芯片不景气技术转移有困难咱们再等等再等等。几年折腾下来咱们看看立陶宛得到了什么？钱没赚到，被美国人当猴耍了。核心市场呢彻底丢了，企业天天在政府门口骂娘，国与国之间的信誉败的是一干二净。现在连欧洲其他国家都把他们当成瘟神躲着。就这一副惨的不能再惨的烂牌他们居然还有脸，还想玩这种两面三刀、手杵两端的把戏。这哪里是一个现代主权国家的外交策略这完全就是80年代火车站门口那种街头小混的路数所以呢，大伙儿现在明白了吧？咱们中国为什么从始至终连半个标点符号都没有相信过他们？因为这种鼻屎大的小国，那种刻在骨子里的投机倒把本性咱们5000年的历史里见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2021年，当你们立陶宛政客为了博眼球，为了讨好美国主子，胆大包天允许台湾开那个什么代表处的时候，你们的脑子里就应该清清楚楚的想到会有今天这个下场。当初是你自己是雄心豹子胆，主动撕毁了建交共识，踩着中国的红线去换赏钱，现在赏钱没拿到，挨了毒打，觉得疼了，觉得饿了，想回来扒着锅台要饭吃了。别搁这做梦，以为随便掉2滴眼泪，说2句软话，递几张废纸，就能把所有的事情一笔勾销？你真当中国是你家开的善堂
其实说白了啊，这种夹在大国中间的小国家，玩什么大国平衡，最有机会的就是玩左右逢源。你要么就硬气到底，彻底倒向美国阵营，死心塌地跟着你的大哥走黑路，赢了你跟着喝口肉汤，输了你就立正站好，挨顿毒打，好歹算个汉子。你要么呢，就像个聪明人一样，老老实实的保持中立。大国打架，你两边都不惹，笑脸相迎，闷声发大财。最怕的就是立陶宛这种智商不在线，还觉得自己是聪明绝顶的奇葩。那总觉得自己能把中美两个超级大国玩弄于股掌之间，两头下注啊，两边要饭。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往往是两边都不把你当人看。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立陶宛接下来他们还会出什么洋相，咱们就在台下拭目以待吧。我是小懒，下期再见。